I will beat him the same I beat last time. 现在我打你 very easy， no？ 注意看，这个嚣张的拿手指着中国选手的人是巴西的柔术大师罗德里格·卡波尔。只因为他的徒弟被中国选手张立鹏吊打整场比赛惨败，所以他直接情绪失控，冲上擂台，指着张立鹏破口大骂，并叫嚣挑战说会像上次一样打败你，这回直接打断你的腿。而张立鹏也是霸气回击，上次你只是险胜，这回我打你简直非常简单，易如反掌，我会直接 KO 你。OK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这一场是中巴大战，现在您看到的这一位是巴西的选手罗德里格·卡波尔。那今天对他来说啊，他要给他自己的大弟子复仇，所以在赛前也是特别嚣张的说，这回啊要直接打断我们中国选手的腿。而且啊，他在之前12年的时候呢，也和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对战过。那个时候啊，张立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将，所以呢，卡布尔是险胜我们中国选手。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可就不一样了。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位选手就是我们中国的张立鹏，来自内蒙古，非常的擅长摔法，他也是我们首位中国籍的终极斗士。那今天这场比赛，面对对方如此嚣张的发言，他也表示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我，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打你简直易如反掌。OK， 可以看到红方是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，蓝方是巴西的选手罗德里格·卡波尔。那今天这场比赛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的精彩表现。所以这个番战，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已经非常丰满了。本场比赛一共3个回合，每回合5分钟。在比赛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中国选手啊一直在拳法上点刺去试探对方。我想，两人的互拼拳法呀，这个看不出来到底谁能更胜一筹。但是现在巴西的选手啊，先行发起了进攻啊，把我们小将压制在了笼边。动作啊，对，这高手过招真的是千钧一发，是，真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。现在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在这场的比赛压力相对来说啊会大一点，因为2个人都是复仇之战，一个是为自己，一个是为徒弟。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先预言一波啊，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打对方啊肯定是非常的轻松，可以吊打对方。这个卡波尔的这种站立能力并不差。对。而且后手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非常突然啊。对，虽然是柔术系的。对。漂亮，这一个高扫。张立鹏啊，他的腿法非常的不错，他的技术啊可以说十分的全面，不管是站立的技术还是地面的技术啊，都非常的棒，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，有自己的一套手段。后手一旦距离近了，这出的很快啊。对。哎，漂亮！这个远距离的上勾拳啊。你看，一旦逼到笼边卡波尔想往。2个人僵持了很久啊，可以看到巴西选手一直都不往前进攻。哎呀，张立鹏还去挑衅了一下对方啊，说你倒是打我呀。好的，现在巴西选手啊一个猛冲，将张立鹏又再一次的压制在了笼边，而张立鹏现在是马上拿住了对方的头啊，给了一个断头台。可是巴西选手仍然不死心啊，拿着腿一直在去顶我们中国选手。漂亮，现在完全解开。漂亮，左拳右脚，连击不错。说里都是徒弟为师傅报仇。今天这实际上是师傅为徒弟报仇，但是能不能报仇呢？前腿啊！2人互拼拳法过程当中啊，谁都没打着谁。我们中国选手啊，张立鹏，小心！
刚刚两个人的互拼拳呀，我们吃中了一下，对方的重拳啊，还是非常的可怕的。但是在这一回合呀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把节奏是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，所以对方啊只能是被他压迫的被迫的进攻，一直都有动作，哇，这个踩脚趾的技术其实很有用啊。对。对方一旦吃疼，就重心就会有变化。对。一旦有变化，在龙边站的时候有丁点的变化，都会被经验丰富的选手给抓住。对，只要你有一点空当。啊，你看这很有经验，对，用头顶着张立鹏的头，把往外一抵，看拳就上。现在可以看到巴西的选手啊，拿头去架着我们中国选手的脑袋啊，不让他去放松。而他自己现在的这个姿势啊，我看着都特别想给他一脚，直接把他踹倒了就好了。即便是这样，双方在顶牛的一个态势下，腿下还有动作。有。两个人这手上这种很短距离的这个拳的发力，我们听的都是砰砰作响。对。好，大鹏主动撤出来。大鹏也可以尝试中高扫了啊。张立鹏有几个非常喜欢使用的技术啊，一个就是摆拳，再加上低扫腿、抱腿摔、三角锁，这几个是他在比赛当中最喜欢用的技术。那今天这场比赛，我相信他也用了很多啊，可能再加上一点其他的技法，能更快的去击败对方。那刚刚也是连续的使用了低扫。罗德里戈，巴西选手一直把我们中国选手啊抵在龙边的位置，看来他很喜欢那个龙边呀。我觉得比完赛的话，他可以卸下来一块放自己家里。现在还是同样的，被我们张立鹏啊给锁住了脑袋。控制住。比较僵持了，现在僵住了。裁判在示意要有动作，没有动作要挥开了。对，两个人都没有实际有效的攻击或者是转换动作。这卡波尔这个脖子很短这一腿效果，这一腿效果非常明显了。漂亮，又是一腿。这一个低扫啊，打的对方这个效果非常明显，可以看到对方啊移动的速度都有点缓慢，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啊，好像还有点瘸。这个卡波尔的脚下一动啊，腿已经发僵了，是对，仰的不得劲儿。但是拳上的速率一点没减啊。对。接着还是扫他。好漂亮，好。张立鹏又是一拳直中对方面中，小心，对方想抓我们的腿啊，但是我们一个转身啊，非常灵活的就挣脱开来。卡波尔腿已经开始瘸了啊。对，但是拳上绝对不输阵的。对，你看走路已经开始有问题了。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选手。我们看他虽然腿上的已经有伤，行动已经稍微有点受限了，但是在整体。现在巴西选手啊，如同那饿狼扑食一样，向我们漂亮！我们中国选手啊，现在拿住了对方之后，就是猛烈的砸击头部。张立鹏也是控制得好，3局，前2局一直没有进入到地面。对，其实张立鹏肯定觉得我没必要去跟你进入到这种地面的缠斗啊。
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在第2回合他的节奏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是势在必得，漂亮连续的点刺对方啊。现在是他站在了内围啊，把对方给逼到了外围的位置。可以看到哦，漂亮，又是一拳直中，巴西选手啊，现在是躲都躲不及。整个的身体的节奏，他都有点跟自己的想法是脱节的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对。啊，我看张立鹏用拳去捶卡波尔的大腿外侧啊。在5年前的那场比赛里，张立鹏点数输给卡波尔，就是在地面上，然后张立鹏吃亏吃了不少。是的，因为这个柔术系的选手啊，在12年的那场比赛啊，正是因为巴西的这位选手，所以打断了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他的连胜。所以呢，张立鹏今天这场比赛，他在赛前也表示说，我们今天这场比赛是跟他的2番战，而且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。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，不仅仅是胜负，还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而且呢，机会对于拳手来说更是一个奢侈品，所以他如果能打败巴西的这位选手的话，他还能够给他的拳迷一个完美的答案，包括支持他的和质疑他的。现在张立鹏这个不管是前手还是后手，卡波尔很少能躲开了。对，这个距离已经很难去意识到了，但是身体做不到。对。最后又有了。对，最后一局时间过半了啊。漂亮。是连续的几记后手，对，有点打晃了。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过半，可以看到巴西的选手啊，现在整个人都有点打晃啊，有点站不住了，被我们张立鹏啊全程猛进的攻击，所以打的他现在也是有点受不了。他这个虽然是全部都受限啊，节奏啊，身体的移动，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意识啊，他一点不输，就是战斗意志很足。对，包括距离。对，他明明知道自己进去这个距离会有会给张立鹏更好的进攻机会，他一直在保持这个很好的一个距离。现在巴西的选手啊，想摔想打地面，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一直靠着核心力量在支撑着，不知道他是否会如对方的愿啊，自己率先的进入到地面。现在2个人啊都一直僵持着，看到巴西选手现在整个人啊像赖皮虫一样挂在我们中国选手身上，但是他的现在双脚啊腾空，而且还做了一个死扣吧，所以我们中国选手看看能不能用一个蛮力啊将对方直接抱摔下去，将对方啊压制在身下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他就这样往下直倒的话，他可能会站在一个非常劣势的地方。因为卡波尔知道再僵持下去其实没有太大进展，对，没有意义。对。最后的50秒钟。看真的是现在卡波尔这个反应能力也都有点变慢了啊。前手也很清楚啊，张立鹏。今天这个战术啊贯彻的非常彻底。对。完全正确的一个战术，就是大战力。本场比赛还剩不到20秒的时间啊，在最后的时间里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中国选手去 KO 对方，或者说能不能看到巴西的选手啊直接一拳被干翻在地。2个人啊这个滑跪，可以看到还在进攻啊，巴西选手竟然。好的，比赛结束啊，这场比赛呢有点出乎意料，没有看到 KO 的场面。但是以第2回合和第3回合整体来看的话，加上第1回合后半部分，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他的有效打击点还是非常多的。
所以我感觉这一场啊，经过裁判最终的判定，可以确定是我们中国选手张立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恭喜！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恭喜张立鹏获得了胜利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